刮起了大风，今天下起了大雪。这是我1月23号封城那天买的手抓饼，这是最后一个了。最近我们小区也开始实行全封闭管理，食物必须要通过社区群来预定，然后有专门的人给你送过来。我家里还有一点食物。不过鸡蛋快要吃完了，正好今天群里面看到有人要转2板鸡蛋，我说我需要1板，我现在过去拿。我问他多少钱，那个业主说，他说不用钱了，就直接我拿送给我吧。这种时候感觉大家变得更加团结，就像一家人一样。好像1个星期可以取2次。我在群里面订了之后，他们送过来。就是好像是一个业主，他都志愿者自己找的。哦。所以这是为大家方便大家。我知道，我没买，我就问一下。可以，可以是吧？对。哎呀，然后还会送到这里。我怕他不买。只有1个啊，不是2个。对，好，谢谢。真不好说，时间不确定。你问他送来了没有啊？我这个一样送来了，我这里还有，所以说还差一个没到齐啊。这微信是2个订单，就一个订单剩下2个，现在单子给他。你非要去超市，他也不卖给你，你去了也没用啊。你进不去，进不去啊？超市你进不去了，进不去啊？对，现在不对外了。这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啊？政府规定的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他没有这个病了，他不死人了，他就结束了呀。所以算是一个国运的问题。不管是正常的外国人的阴谋，还是自己产生，这谁说不好？像美国佬就喜欢搞这种阴谋。啊。你上次非典不是说吗？刚好打伊拉克，这次又准备跟伊朗开战。我们也是社区组织的好不好？你以为我们是在我知道，我不是社区组织的，不要说那么多了，搞的都危险，都危险。是危险，但是现在3米说什么呢？减少我们大家在外面待的时间，就是减少危险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在这吵一会儿嘴，就是事情能解决了嘛。这里说什么嘛？这个是武汉市统一的规定，不是针对哪一个人。您看刚才这位大爷，他要买面粉，但是我们没让他出去。是这样说啊，你们也知道，政策真的怎么样呢？怎么呢？都是。他是不是属于法律内的呢？对不对？宪法里这83条是什么东西啊？怎么写的？人身自由什么呀？你看一下中央文件是怎么样的呀？我们疫情会越来越严重的，所以才采取这样的措施。越严重，大家要关死他。那把武汉人刀杀了，武汉人刀杀了，没有疫情了。不是这样。你香港人口全部杀完了就没事了，你信不信？我也告诉你，武汉人刀死光了就没事。
不能这样子。对呀，你也不知道不能这样说，你关在家里饿死他。你现在关人家你关在家里把人饿死他。你把人弄死，那绝对别事了，把人弄死，现在你行为不一样的呢。在我理解当中，两边都有矛盾点，是吧？但宪法当中也保证人身自由。我们本来不合法的呀。你限制一段时间，你限制一个周期7天、14天，一点看不到希望。你是7+7+7+7无限的加，而且这个行为是什么？是你属于亡羊补牢的行为，就是你没有办法的办法。你疫情没有控制住，是吧？你通过老百姓限制段人身自由的方式来控制疫情，这是最后的办法。说白了，你的最后的办法还一拖再拖，也只有开始没有结束，老百姓接受得了吗？不能说我为了控制疫情就可以不择手段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有一个合理、合适、合法的方式，来保障一部分人的自身权益和一定利益的情况下来控制疫情。可能我现在去坐牢，可能比现在的状况要好一些。第一个呢，我吃饭不用花钱了，我住进去了。第二个，我还可以放个风啊，这连风都不能放。你给我们一个盼头没有？你能告诉我什么时候太阳能够升起吗？没有。你只说太阳快到了啊，太阳快到了，什么时候？不知道，看着办。我们在努力，努力就把我们关在家里，这叫努力？我不觉得。一个人长期拘禁在某一个环境当中，会产生一定的心理疾病，对不对？这个大家都有这个常识。虽然我们不是做心理医生的，你关了这么久，谁没有一点情绪啊？确实必然。你不能说全部武汉市人在以后全体来做心理辅导吧？1000万人口做心理辅导也不简单，一样的呀。一个病变成另一个病，只是说一个是传染，一个不传染，合适吗？我这值半天班，也就这一例情况。大部分情况是什么样的呢？他们都很配合，都很配合。对。就目前的这个物资是全部都是通过你们来，也不是通过我们，大部分都是通过各种网上团购的平台，然后呢，这个可以送到这边上，然后我们帮忙递一下，然后有一些可能不是蛮会用平台的，他们习惯去超市，那我们就没办法帮他们去超市去代购一下。大多数人还是希望能够约束一下自己，牺牲一下自己的个人的自由，稍微降低一下自己的生活的品质。大家都牺牲一点点，可能这个病就会早一点结束。封城已经足足1个月了，封闭措施还在不断升级，不少人已经有点按耐不住压抑的情绪，和社区管理员或志愿者发生了冲突。我知道对于双方来说都即将进入最后的时刻。今天是2月22号的早上8点钟，澳洲时间是11点。我姐的婚礼就在今天，本来我们原计划是今天去澳洲参加她的婚礼的，但是因为现在这个事情我们去不了了，现在我只能在家里面跟她进行视频的连线。现在请大家起立欢迎新娘入场，幸福和温馨日夜相随。You don't have to worry, even when you're gone. 来，干一杯，干一杯！恭喜你们，恭喜你们！你们要陪我工作，这是一场简单而又温馨的婚礼，大家都很开心，我也是。小时候我们俩经常为争抢电视机打架，我从来都不是他的对手。长大以后由于分隔两地，彼此关系反而疏远了不少。但他是家里最了解我的人，一直都很关心我，我也不太会表达情感。祝你们永远幸福。